好，来看看今天我郎给大家伙带来的是还是李小文系列的啊，《西游轱辘传 Super》的无伤系列啊。之前给大家伙先是说过啊，什么龙马无伤、猴子无伤和老沙无伤的还比较简单啊。最难的应该说是老猪跟龙女，但是我先做了龙女。谈不上有说什么所谓的最难，其实很多人觉得用宝都是差不多的，对吧？很多人说这个宝和大宝有什么区别呀？但是呢，属性相克方面上啊，这个确实是有它的好处的。那咱们该灭，该遁入幻境，或者说该赖。老猪呢一样，你看啊，首先普通攻击咱们有武器都是选择单 A， 然后看宝，对吧？清兵，然后同时呢有一些对吧基本套路啊，什么这个打这个 boss 用这个宝，什么用什么红珠啊，什么还有这个隐身秘，还有定珠，用的好都会没有问题。而无伤通关最难的啊，它不像说三国战记咱们打无伤的路子，这个西游轱辘传打无伤呢，这个套路呢还是比较清晰的，比三国战记呢要少了一点这个。就你入门难，对吧？这个西游轱辘传是入门难，但是如果你玩这个什么的话啊，你玩这个三国战记的话，就入门简单，但是想要无伤是挺难的。这里面这个无伤呢，当然就真正意义就是没受伤，全程用赖招，有多赖玩多赖啊，只求自己不挨揍啊，只求自己不挨揍啊。摄像头怎么了啊？摄像头这个，哎，你们是真的。你看啊，大家伙看，哎，你看，我得拿这个东西扎他2下啊！我是真服了啊！我已经被这个摄像头打败了，真的，我实话实说啊！哦，好，他这个嗷是喊的爹吗？是吗？这嗷喊的是爹的意思吗？我操！好，小红猪是最牛逼的啊！就很多时候，很多人说我要火云刀，我要玄冰斧，我要什么这那的，这些宝多厉害呀！但是其实啊，真正恶心的是红珠啊，对吧？定珠这种啊，定珠其实红珠就是杜康酒嘛。定珠是啥？定珠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傀儡娃娃，而且其实它还是可以清掉一些小老鼠之类的东西的，那对吧？然后秘就是隐身衣，就是余孽，对吧？小狼露下马甲线，看看，别闹了。男的叫人鱼线，女的才叫马甲线啊，它不太一样啊。但是呢，就是说，只要你健身的都差不多。我腹肌还没出来，不准备露。啥时候我天天光膀子给你们直播的？括弧不可能啊，因为不让直播啊，不让光膀子啊。个。噔。东丈是日本人还泰国人？日本人吗？好，你看这个野猪取食定，下上直接放猪，这个金角大王头上有点绿啊！你看金角大王是头上有点绿的啊，为了稳，好。下上前，下上压起身，反正没有小兵，毕竟是入门关啊，直接混员工。正常来讲呢，这个八戒啊，它是这个在这个游戏里它是土属性的啊，按理说土就是互相啊一样的啊，就是一样的土属性。好，八戒的师傅是谁？这个八戒的师傅是谁？很多人分析啊，八戒的师傅是谁呢？就八戒自己是说过，也有可能有的时候是他吹牛逼，对吧？你说他跟谁有关系呢？啊，他跟这个九天荡魔祖师有关系。对吧？九天荡魔祖师是谁？兄弟，你听这个名听的好像觉得好像是个面片啊，好像是一个杂牌名。但你知道真武大帝吗？啊，你知道真武大帝吗？啊，9戒，八戒的师傅是7戒是吗？这个八戒啊，其实是那个菩萨给他起的一个这个法名，因为他这个名字不一样啊，他这个，而且他这个戒的这个东西还不一样，对吧？这个你像他是悟能，
这个是他的这个咱们说同辈啊，悟空、悟能、悟净，是这么个名，但是法名八戒啊，就是你对吧？按理说他应该叫猪刚烈，对吧？应该叫猪猴敦，夏侯惇的那个，对吧？夏侯惇刚烈啊，不是唐僧给的八戒啊，不是唐僧给的八戒，其实严格来讲是菩萨给他的八戒，但是呢，对吧？既然是你戒了这些，所以说就管你叫八戒吧，啊，就这么个情况啊。啊，这老猪在这里面长得多可爱啊！就是看那个原著里写的那个猪八戒里面那个猪啊，那就真的是猪妖，就真的是猪妖啊！它还有脚，你知道吗？那猪有那个野猪有牙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其实该吃灭还是要吃灭的啊！我认为无伤的话灭也挺重要的。你像猪八戒是有前妻的，好多人都是有前妻的。啊，猪八戒前期咱们之前也讲过，可能是那个后来那个白话那个文本啊，就是那种他就因为他有这个什么百回本，有很多种那个版本，他写的是这个有是说这个卵二姐的，也有说是那个卯二姐的。如果是卯的话呢，你想那跟兔有关，那能对得上。如果是卵二姐，你总不至于说是一个蛋成精了是吧？啊，你说正常的谁家的二姐一个不小心还跑到人家那个洞里面去，对吧？当洞主是吧？啊，对，是无伤啊，是无伤。然后再就是啥呢？再就是说，就是说这个意思啊，就是你想这个猪八戒这个人啊，咱们现在都知道说是天罡36变，而说什么地下72啊，地煞72。但是很多人会认为那个二郎神的跟孙悟空的是一样的，很多人会认为说孙悟空的比这个猪八戒的要弱，因为最开始啊，很多人都说，哎，那肯定要选择这个72的，因为72多嘛啊，当时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嘛，是吧？就包括孙悟空也是这么想的。但这里面就会说一句，那为什么，对吧？那为什么说那个，对吧？后来又开始有很多公众号啊，那个时候公众号还挺火的，除了公众号之外，还有很多所谓的这个营销号吧，可能又说，哎，天罡36变。但是其实都不一样，它不是说对吧这个那么回事的啊，就包括一个人的本事啊，就好比什么呢？就是咱们加这个点儿，这个技能点儿，有的人对吧，他可能他成长高，比如天赋高，他加技能点的目的是他的功能，而他主要的这个，比如说他攻击力，或者说他把这个技能用到多好，是他本人的能力啊。好。你像这个在变化这一块呢，猪八戒明显就没有孙悟空好，然后呢，孙悟空呢也没有这个谁好，孙悟空没有牛魔王好，也没有这个叫二郎神好。很多人说牛魔王也会72变嘛，哎，牛魔王也是会变的。你看咱们看这个咱们现在玩的这个游戏，对吧？咱们现在玩这个游戏，这个游戏里面的这个牛魔王，它是会72啊，它是会变化。当然这里面它表现的是所谓的变化，在原著当中它也是会72变。当然，它3个72变还不太一样啊。比如说，你像杨戬的72变，对吧？和这个孙悟空的72变还不太一样。咱们都知道有一个梗，孙悟空变成一个，对吧？一个庙，然后呢，必须这个尾巴啊，它变不了。那可能讲到这个动物的这个对吧？这个根性，对吧？因为这个动物它有这个东西，它就变不掉，它就必须得营造出这么个气氛，是吧？咱们说是这么说啊。其实想说啊，这个《西游记》啊，其实没大伙想象中那么神秘吧。神作是神作啊，可能就有的时候有一些解析的人，对吧？有很多人就去二次加工，比如说原著啊，现在就是比如说你问《西游记》的原著是谁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么说吧，大多数人认为是老吴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又没确定是他，那就不知道是不是他。而且呢，就算是他写完了之后，很多人就开始，对吧？看了这个作品不错，有的人就二次加工了。比如说，在几百年以后，有人听到小狼解说，对吧？哎，说这个人说的挺有意思的啊，是不是对的啊？那不扯犊子吗？我他妈又不是作者啊，对吧？但我只不过是我的理解，那我理解就一定会对吗？那显然不是啊，对吧？而且这种小说啊，或者说是这种，它不是科学啊，科学是可以证伪的，对吧？
对吧？你可以证明这个事儿的。你说像这种什么72变、36变，然后你咋证明它是？你比如说72变和这个天罡36变到底哪个厉害？你没法去证明这个，这他妈的明眼人都知道是假的，你对吧？好多人问那个对吧，关羽能不能打过秦琼，对吧？你在数据上说，那毕竟你拿啥说呀？那关羽和秦琼他打不打咱也不知道，那你拿什么作为依据啊？你拿《三国演义》做依据，还是拿那个《隋唐英雄传》做依据啊？那关羽能打得过李元霸吗？那肯定打不过呀，对吧？按照这个说法，关羽一个人他能打过10万人吗？15万人，他一个人啊，一天就给清了。那很显然关羽打不了，但是你对吧？吕布他也打不了，但李元霸就能打。你这玩意儿你就没法说，你这，你作为一个小说吧，就不要考虑太多，没那么复杂。对吧？而且有可能有的人吧，就是可能就觉得为了让这个作品更好一点，可能他传承的过程当中，有人就改一改，就包括那个《红楼梦》，对吧？《红楼梦》前80回作者曹雪芹为什么要写这个作品？大伙儿知道啊，可能看过那个雍正王朝的啊，就有那么一段少年曹雪芹被抄家了，被李卫是吧？对吧？虽然说真正历史咱肯定不是对吧这个样子，但是肯定有这么事儿。这不就写了这么一个吧？曹雪芹写了这么一个《红楼梦》的这么个故事。那前80回作者是他，那后40回是吧？应该是老高写的。但是呢，就是众多这个对吧2次创作的这个对吧这些人当中，你比如说咱们看那个《火影忍者》，《火影忍者》呢，对吧？火影忍者，比如说像这个，像这个岸本齐史他写的这个对吧？这个 Naruto 啊，《火影忍者》。啊，就是名人传也好，怎么也都行。然后呢，开始演那个后来博人传，他儿子的故事，啊，什么比如说画画的是他徒弟，写脚本的是什么小太刀右京什么的，现在可能又不让人写了。总之可能写的不太好吧啊，最近好像据说口碑呢谈不上回来，至少呢回来点儿啊，谈不上说多好，但是回来点儿啊，对吧？当然就说这个意思。那你说这个作品咋说啊？没法说，对吧？你没法说。好的。哎，8戒的幻境上来啊，就哪怕是咱们进他们进咱们的幻境啊，咱们也是一定要先手放一个招的，要不然就容易被打啊，容易被打。放个定是最狠的，你放什么都不如放个定。然后呢，进入到咱们的幻境里面，还可以咱们保，在幻境里把他打死之后呢，咱们可以直接就通关了，不需要再出去把他打死啊。李元霸打得过孙悟空。李元霸跟孙悟空打，咱先不说。你看还有人分析啊，无论是什么老梁啊，还是有很多那个分析，哎，说这个隋唐的这个作者呢，他写的这个宇文成都，是吧？拿着凤翅鎏金镗，是吧？说这个宇文成都可能跟这个金翅大鹏鸟有关系，对吧？金翅大鹏鸟岳飞岳鹏举，说跟他也有关系。那你孙悟空打得过金翅大鹏鸟吗？如果咱们按照这个所谓的推理啊，对吧？这个宇文成都打不过李元霸，宇文成都是金翅大鹏鸟的这个后世啊。假如咱们这么说，假如啊，就是咱们就玩嘛，开玩笑嘛啊。那你孙悟空能打得过金翅大鹏鸟吗？啊，至少在速度这一块，你肯定是完败了，对吧？那你说啥呀，是吧？你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，对吧？你不是一个作品，对吧？你没法说。就好多人问，到底是那个七龙珠里面那个什么孙悟空厉害，还是一拳超人厉害啊？奇遇老师厉害？那你这他妈不扯呢吗？这不是啊？好，还是老套路了啊！吃那个1000分。好了，直接搂死。他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把那个吃了才能变成大水怪呢？应该是雌雄2个小水怪，然后呢那个雌的把雄的吃了，就跟那个螳螂似的，是吧？但是你要是雄的把雌的吃了，有点太过分了，是不是啊？你看，就是你看那个西游，你看那个谁，那个岸本齐史写的那个。写的火影忍者，大家伙儿知道吧？好的，利用投技的无敌来躲啊，这招也是非常烂。比如说，你看那里面有一个什么，有金角银角是吧？还有这个咱们看写那个什么，写那个博人传的那个剧场版里面不有那个
后来博人传的原版里面也把这个剧情重新写了，而且打斗还挺好看的，还有什么啊这个关刀的对决啊，据说那一集是博人传的逆袭嘛。那一集是怎么回事呢？不有就讲这个对吧？这个它叫一个叫大筒木金氏，一个大筒木头氏，那个头氏把金氏吃了，然后变身了。那其实素材不都是搁这里来的吗？我在想啊。来吧，最尴尬的事是吃西红柿的时候喷汁儿。其实吃西红柿最主要吃的就是那个汁儿啊。水怪不能遁入幻境啊，必须是有灵性的，不是说每一关的最终 BOSS 才能遁入幻境。比如说，你看狮驼岭，只有在白象那个地方能遁入幻境，是他遁你或者你遁他。只能是这样的。再就是大幻魔，你像大幻魔，就无论你遁不遁他，他都可以遁你；无论是你克他还是他克你，他都可以遁你。但是如果你克他的话，你可以先遁他，遁他的话呢，在有限的时间内把他打死，要不然还得再遁一次。那个汁儿喷哪里了？喷键盘上了。我键盘现在老脏了啊，老埋汰了。我小时候看了一个有点像葫芦娃的这么一个漫画书，我觉得是我小时候看过最黑暗的漫画书。它的设定挺像葫芦娃的，就什么呢？就是妖怪，这个大妖吃小妖，可以把自己就变得力量强大。当然，小妖吃大妖也可以，只要你把它吃了，你就能对吧？你的法力就会变得越来越强。那个故事我看的贼可怕啊，就是挺害怕的。真事儿的啊，确实是，不是师兄，你师兄那不是我小时候看的呀，那不是我小的时候看的，小的时候看的，那我多小啊？可能大概是9岁10岁左右吧。师兄都已经多早的，那都多晚了，那都后期的漫画了，那都是。黄金圣斗士排名，哎，圣斗士其实我看的日漫不多，黄金圣斗士里面排名呢，我还是真有看的啊。你说黄金圣斗士排名，它好像还有什么？咱们都说那里面是讲那个对吧？什么小宇宙，但是其实圣斗士里面也有那个什么查克拉，对吧？这个查克拉也是一样啊，就是它那都是音译发音嘛。你像那个。看那个金庸里面写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叫天龙八部啊，是那个射雕英雄传啊，神雕侠侣，对，神雕侠侣啊，神雕侠侣里面那个金轮法王，他拿的武器的名字就叫查克拉啊，他拿的武器就叫查克拉。然后他除了有那个第6感之外啊，还有第7感。领悟的第7感才猛，那有的人他还没活到他那个漫画上没有对吧？演到那儿没有他的剧情了，他没有领悟第7感，那你没法比啊。你只能说对吧？那5个小强对吧？青铜圣斗士还没有多牛逼的时候啊，或者在某个篇的时候的排名，只能是这样的啊。而且黄金圣斗士也对吧？也有上一届的圣斗士，也不是说你比如说什么铜虎什么的啊，对吧？对吧？还有这什么卡妙又沙加的，是不是啊？大家伙记住正义无敌就好了啊！看漫画啊，写编剧啊，编剧的最主要一点就是一定要对吧？一定要是正义才是无敌的啊！最狠的是金轮法王的武器就叫查克拉，太狠了啊！咱们这个很多人说上一届什么最弱的活下来，那你得这么想啊，能活下来，对吧？他一旦活下来之后，他再修炼，那不更厉害了，是不是啊？好。
其实也没啥。那你说车田正美他写的无非也是小说嘛，这个东西也是小说，这玩意儿没法说。有的时候是剧情杀，就是写反派的时候一定不能把反派写的太弱，对吧？要不然你说你怎么整？很多人说那不对呀，那我看那一拳超人，怎么就反派就弱个逼形？但是呢，一拳超人的主角啊，咱们说句实话，很多人看都是看体育老师装逼的，所以说他整长篇嘛，他确实不好整。你会发现主角按理说啊，比较符合主角的人设是谁啊？应该是他的徒弟啊，就那个机器人啊，那个啥来着，咱也不知道啊，我忘了，想不起来了。然后呢，他牛逼是牛逼，但是呢，事实上是啥呢？就是你会发现他有障碍。什么障碍呢？你再牛逼，不让你装逼的时候，我不能让你出场，对吧？都知道你，对吧？我们观众都知道你厉害，但是呢，其他人就是不知道你有多厉害。就算知道你有多厉害，对吧？有一些关键人物就感觉你想装逼装不了啊，不让你装，对不对？我玩这个游戏玩到第几关？第2关吧，第2关就没了啊。好，这2个塔不要了，宝格不够了啊！经费小王子，所以说那个电影没法结尾了，那个电影结尾不太好结的。就奇遇老师作为战力天花板中的天花板中的天花板，就是那你说他的力量是怎么来的呢？你是靠天赋，是靠 bug 呀，还是对吧？还是血统论呢？还是什么呀？对吧？有的时候没法说了，对吧？啊，或者说你不想说也行，但是总归要有想法，所以说有的作品嘛，越往后它越难写，对吧？越往后它越难写。好，给他勾引过来啊！你看这狐狸大仙，这没有小兵干扰，好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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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为什么龙女的是凤凰？好，被遁入幻境了。好，传说中的木刻土。好，感谢我们的陈斌123啊，感谢我们陈哥一手大金卡之数了啊。好，直接下上给撩死啊！其实也没啥，谈不上什么无聊啊。CS 呢，其实它更丰富一点，这就是好比就是有的人玩那个什么拳皇15，玩着玩着，我还想去玩拳皇97，为啥？就是也思维在这儿了，你整的花里胡哨的没有意义。就好比玩传奇私服，就说句实在话，如果说玩传奇私服的话，我就请问一个事儿，对吧？你玩传奇私服，那你对吧？怎么说？你玩传奇私服了，你怎么说？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儿，有的人就想玩1.76版本，简简单单的，别那么复杂的。有人喜欢玩现在那种花里胡哨的啊，莫名其妙的单职业，又是好几十个大陆啊，什么各种转生，然后上去之后又什么全屏吸怪，又是吧？又什么的啊，就对吧？就每个人理解不一样啊。好，这里还有个定珠，这定珠是有用啊。啊？哎，怎么啊？不啊，是能量珠，不是定珠。我靠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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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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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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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好，
八戒。好的 ，A 哪个？很多人说为什么不去打那个白眼魔是吧？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其实这个身材是真挺好的，真的。大高个啊，比猪八戒还高，我估计这女的得1.9米几。好，一顿拍，一个命。是哪个地方的宝都记得很清楚啊。好，一个大猪撅，一撅到自己身后，然后再用这个混元功去拍。感觉就是在空中发个大波，对吧？为求稳，还是一顿砸比较方便一些啊。感觉打他就是这个小红豆就行。很多人说为什么不放点什么啊噬恶剑呀、什么金刚咒之类的啊？这宝格其实挺少的，想想啊，这游戏这宝格挺少的。好，不是所有人觉得赖吧，就你玩了再说，对吧？第一，他为什么要赖？是因为他必须要他妈的那个必须要无伤啊，对吧？然后不无伤可以随便玩，你可以随便按照你的玩法玩。但是你们可以随便赖，你们可以玩一下，玩一玩就知道是谁敲开了寡妇的大门，知道吧？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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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对啊，这个混元功其实不是很好用，伤害不是特别高，对吧？伤害不是特别高，然后你必须得打得准，节奏点好，你打得不准，你还得勾引他过来，一下能拍到多少个，对吧？啊！好，双杀，他这死好，这帮人沉下去了啊！哎，这搁这泡温泉呢啊！一看这个温泉，我就想起日本某电影里面的一个系列，叫《人妻不伦温泉旅行》。哎，比较专业啊。最后一下，其实你看这个冰冻的这个特效。感觉这个冰冻的特效啊，真的是跟那个《三国战记》一个样子，对不对啊？为什么有人老发问号呢？整的好像你们没看过似的。哎，我就纳了闷了，整的跟没看过似的。这你们是就咋的受害者呗？你们是没看过呀？真服了啊！好。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定住，一个撅跳起来，哎，一套常规小连招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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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噔，好9，北斗神拳的结局没看过，北斗神拳我没看过，我就知道有一个音乐，哟我塞是什么的啊，我就知道有这么个，其他的不知道啊。为了无伤，那可不点求稳啊，兄弟们啊！这周榜，哎，我们西索哥来了。周榜就是从星期一开始算啊，哎，就是从星期一开始算到那个星期天。今天是星期天了，也就是说今天晚上就重置了啊。从星期一开始算，然后第一就是周榜第一。然后到星期天的11点59分59秒，然后结束，
从这个星期一的凌晨12点开始算啊。我不是怎么了？西索哥是被刷过去了，应该是啊。朱哥霸榜，朱哥好像也在直播间里。然后朱哥说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啊，不能赖我啊。好，连续的拍，这一顿哈都狠啊。朱哥没有，他好像也能看贡献值啊。主要是我这3天现实中有点事儿啊，所以说就今天刚回归直播嘛，今天刚回来，连续3天都没有那什么了啊。好，是恶剑灭要吃，因为没有必要了啊。他这个打到你看啊，打到哦对，打老鼠还得有一个灭，该灭是要灭的啊。大鹏拿的是鞭，不就是说刀枪剑戟斧钺钩叉，躺棍槊棒鞭锏锤抓。这个鞭和锏还挺像啊，有鞭大家伙认为是那个鞭子的鞭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事实上啊，就是这个鞭和锏还真是就是你如果说真是拿鞭子啊，其实它还不一样。这个东西也可能是有另外一种说法，很少有人拿鞭子当大武器啊。你比如说古代咱们说行军打仗，你说拿什么皮鞭、铁鞭，这都假，这容易伤到自己，它不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武器啊，兄弟们，知道吧？你别看咱们有一些游戏，你看什么那个叫什么咱们中国台湾那个 IGS 做的那个游戏叫对吧？傲剑狂刀里面那个司徒灵拿个小鞭子啊，感觉好像挺屌的样子，其实不是那个东西啊，对吧？鞭锏，你看那个马超在《三国战记2》里面，对吧？《三国战记2批》里面有一个玄铁鸳鸯锏，还有咱看那个什么，对吧？那个什么那个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吧，我也忘了，反正刘德华演那个，他对吧？皇上赐给他一个亢龙锏，是吧？啊，这个锏不一样啊。双鞭呼延灼狠不狠？狠呐！而且他左手和右手的重量还不一样。灭有什么用？就在遁入幻境的时候，咱们可以用灭去解除这个幻境啊，是这么个路子的啊。好，白象风靡灭，这手是金啊，按理说是土生金，咱们这边是土生金啊，所以说这里面也没有说什么遁入幻境的这个故事啊。好，追力。他想把这个白象王直接追死，如果把白象王追死啊，这样的话呢，一会儿他虽然说死了，他也下去之后呢，他也会那个还得打一下，然后把他秒掉。幻境如果他克你的话，你就嘚了，你长气儿的速度特别慢，他的速度特别快。如果要是你克他的话，你长气儿的速度特别快。然后他就变，对吧？他就你想想，这个游戏如果无限气儿，那岂不是很赖啊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这个追力很多人觉得简单，其实我告诉你，这对于节奏来说真的不简单啊。好。其实应该流一滴血的，不用打死，对，不用非得打死啊。好了，遁地之术，丢丢，感觉这个井挺深啊，这八卦炉。好，等一会儿，哎，别着急，让他费血，直接秒掉，真鸡巴赖啊！啊，必须等这个血慢慢废掉啊，必须得。你说你抓着骷髅这个姿势像，哎，这个姿势像八神的葵花第三式，或者说像那个火车便当。大家伙知道什么叫火车便当吗？有人知道吗？就是把人抱起来，然后那啥啊，就是你懂，能晓得吧？啊 ，Go Go Go！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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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老树盆不是我跟你们讲，火车便当是有技巧的。很多人盲目的啊，看了一点日本的小电影，或者看了一些那种什么麻豆传媒的，然后就给人抱起来就整就干了。其实那个我不是说你体力不好啊，说你装逼是啥的，确实没这个必要。但是这招是有技巧的，你可以贼节省体力啊，但是你得让女方配合你啊，能晓得吧？啊。好，请狼哥示范一下。我今天晚上这个，你咋说让我3星先过了呀？我这3星挨那扣呢，我这还没有啊，对不对？这你不得不给我点彩儿？谁费大功夫给你们讲解这个专业知识啊？这都是付费直播啊。是吧？你就好比有一些 APP， 对吧？有一些 APP 据说是什么呢？就是对吧？你们最开始来看，然后看完之后呢，到关键时刻啊，对吧？就直接有人，你看叉腰哥受不了了，叉腰哥说我就得学一学，我想学，对不对？葫芦娃大战蛇精看不看过？没看过，真没看过啊！哎，叉腰哥忍不住，叉腰哥说：“我操，有这种事儿啊！来我狼这儿学的都是干货啊，对吧？来我狼这儿学的都是传说中的干货。Go go go！” 好，就，哎，这个，其实我想说吧，没啥意思，跟你真看了没啥意思。他就是说，就不用再看字幕了，而且呢也没有违法。其实麻豆按理说啊。咱们这里平胸而论啊，平胸而论，按照当地的法律啊，咱只能这么说了啊，点到为止了，兄弟们。按照所谓的当地的法律呢，它就是不逼，对吧？不知道大家伙懂不懂啊？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这个骨头汤啊，我觉得那个骨头汤肯定好喝，那里面全都是胶原蛋白，对吧？放点葱花，放点那个姜末。哎，好，又开始了，锄大地啊，兄弟们啊！很多人认为这个九齿钉耙啊，很多人认为九齿钉耙是一个这个应该是干农活用的，实际上九齿钉耙是一个传说中的大杀器啊。这个武器呢是只有狠人才能用。当然呢，在这个文艺小说里面讲，很多人就知道那个方天画戟。对吧？有双面戟、月牙戟啊、比如说像那个双面戟，很多人就说，哎呀，很牛逼，只有吕布才能用。其实真正的这个按照这个物理学来讲啊，就是那种武器用不了，那种武器不合适，兄弟们知道吧？啊，但是呢，咱们说有什么天降奇人可以用这种武器，就跟咱们这个清末的那个大刀王五似的啊，人家那个刀就挺沉，正常你想你整那么沉的刀是，看起来就吓人，而且劈砍的时候呢还有这个力量。对吧？这个刀借人力，人借刀力的就可以，对吧？一下把人砍，对吧？就是砍没。但是呢，你得舞得动啊，你得舞得起来，舞不起来，你懂的啊。这耙子一顿耙，感觉你耙一下是9个眼儿，兄弟们啊，耙一下是9个眼儿。然后你看他耙了多少下，感觉这个青狮王现在身上就跟那个，对吧？就跟菠萝似的啊，倒着长的那个榴莲。武器这个东西谈不上吧，有的人本身就有没有武器，人照样猛。比如说那个90元胜，他就可以用自己的一张嘴，直接把孙悟空什么这帮人全都吞下去，而且是无法闪避的。当然呢，这个对某一个单一目标效果只有一次啊。
九灵元圣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妖怪。你说他用啥武器啊？根本就不用武器啊，就搞你啊，对吧？也不是法宝，也不是啥的，对不对？小拉那里下雪了，据说要连下40个小时的雪。但是呢，我看起来好像外面停了，我只是感觉是停了啊。当当当当当当当。武器这个东西也是看配合吧，有时候有的人适合什么样的武器它比较好一些。李元霸的双锤厉不厉害？他那个这么说吧啊，按照我们所谓的理解啊，你看一般古代的时候在谈不上钻石这个东西啊，古代的时候呢，就算是什么玉呀、翡翠呀，也容易碎。所以说很多人认为呢，就是最牛逼的东西啊，按理说是什么？是金、银、铜，对吧？铁什么的啊，就按照这个说法。但是其实个人来讲，按照合金的硬度啊，或者是强度，按理说比较好的是吧？冶炼技术，你真拿金是吧？金子软啊是吧？那银的话也软，是不是啊？铜的话也不太好是吧？啊，但是呢，他说法他给这个兵器起名就是金银铜铁。比如说像什么擂鼓瓮金锤啊，什么什么亮银锤，什么什么铜锤，枪也是什么什么什么金枪啊，什么什么银枪啊，什么对吧？铜枪之类的，就是按照金银铜来说，说李元霸那个叫擂鼓瓮金锤啊，这个用金来冠名，那就是牛逼啊。好，这个是最高难度啊，这个无伤是超级难，也就是最高难度啊，相当于天王。但是我个人觉得《西游释厄传》里的天王跟《三国战记》的天王还不太一样啊哈。那个裴元庆的应该就是银锤，是吧？这我记得是这么回事啊。你像那个，你比如说拿这个对吧，躺棍槊棒那个躺。凤翅鎏金躺，它也是金，用金，你看对吧？宇文成都号称对吧天下第2好汉，除了李元霸之外，谁他都不屌，对吧？哎，天宝大将军，这是不是就很厉害？但是宇文成都呢，他武器就是那个凤翅鎏金躺，那就是拿这个名起名。你看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啊，对吧？这个《隋唐英雄传》武器，对吧？武器这个，他这个有说法。你看李元霸是吧？擂鼓瓮金锤重320斤，天宝大将宇文成都，那他拿是凤翅鎏金躺是256斤，而且这个重量呢也确实挺牛逼的啊。然后呢，第3名是银锤太保裴元庆，是吧？他拿的是巴棱梅花亮银锤，你看这就是银了。第4呢叫熊阔海，拿的是熟铜棍啊，它虽然说是铜棍啊，但是熟铜棍，它是你看按照这个重量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就可以排了，对吧？第3名是182公斤，第4名是130公斤，啊，对吧？啊，你说重怎么打架？那李元霸那长得1.4米的大高个啊，对吧？李元霸那你说那牛顿的棺材板都立不住，牛顿在中国不好使啊，兄弟们啊，牛顿在中国是不好使的。第5的是那个叫武云昭，是吧？手里拿的是夺命勾魂枪，这里面是倒是没有所谓的金银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你看第6名叫武天，是吧？叫什么？这是西啊，胯下青龙马，掌中月牙混金躺。你看这个宇文成都拿的是凤翅鎏金躺，他拿的是月牙混金躺，这都是金躺啊！这感觉屌的要死了，这个啊。200多斤，你整错了，公斤。我再说一遍啊，李元霸手里拿的擂鼓瓮金锤是重320公斤，320公斤啊，也就是说左手320，右手320，假如啊，就这个意思。这个罗成就是五钩神飞亮银枪，你看我这百度搜的啊，我估计信息就算可能有误差，也不会差到哪去。靠山房杨林拿的是囚龙双棒。
重88公斤。这个叫魏文通拿的是花刀，重82公斤。把八棱紫金降魔杵。你看这后面的名字一般就叫金银铜的就比较少了啊。这个我没找着这罗士信，罗士信在某一场战役当中啊，好像还跟这个谁，还跟这个李元霸还打了个所谓的平手啊，当然是所谓的平手啊，相对平手啊，不是绝对平手啊。这个他这里面我看我搜的就不全，对吧？这个罗士信我搜的不全。这个你像这个单雄信江湖总瓢把子，拿的是金丁枣阳硕，啊对吧？拿的是金硕，这也挺屌的啊。好，6块腹肌的母鼠王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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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这个罗士信的武器就嘚儿了，他的武器叫鬓铁霸王枪，他妈居然是，当然啊，虽然说拿铁来说，但是毕竟是鬓铁，对吧？啊，这个鬓铁就不一样了，这不是正儿八经的铁啊，应该是牛逼的铁，就是说白了啊。好，再撅，直接撅回去。这腹肌是狠啊！打前好的，遁入幻境，这个要灭一下比较好一些啊。好，要灭吗？不灭啊，也没有把灭扔了啊。好，就是追地。这就开始赖了，兄弟们，这就开始赖了啊！你这尼玛啊！鬓铁霸王枪啊，足有280斤，这个140公斤吧啊！但是古代的这个斤可能也跟现在它也不一样了，兄弟们，对吧？好像据说有那么个说法，半斤8两，1斤是16两的说法。原属哎，这个武器被卢士信给抢了是吧？啊，那时候我还就看那个白眉大侠里面到底谁厉害啊，哈哈，对吧？好，因为咱们是被克制啊，我们就快进一下啊。他这个技术应该挺好，他是被克制，所以说伤害是最低的啊，相当低。把他打死之后呢，还得出去再打一次。啊，把他打死之后呢，是幻境里打死啊，还要再打一次，直接噬恶剑还得再放2个才能给他打死。噬恶剑，这个噬恶剑是刘邦斩白蛇的时候啊。好的，直接一个旋风火。徐良肯定是大哥都排不上号吧？那徐良能排上号也是无敌了啊。好像是有3个师兄弟，然后能排到前3，然后呢，他们3个的师傅把武器传给了一个人，那个人就因为有了这把武器，以微弱的优势排名第1。我记得是这个啊。好，最后一关火焰山芭蕉洞。好，感谢我们的缤纷3赠送我狼了一首大金卡。好，我们看看一会儿啊，来看看牛魔王的对话啊，非常的屌啊！牛魔王说话贼他屌，但是猪八戒更屌。你看啊，你让你说，你看啊，你看。不是群魔啊，是 CS 原版。补到差不多，不要补满，慢慢走。
好，是谁在我这儿撒野？猪八戒说是你祖。好，又开始无限拍。这个拍的话也可以快进啊，兄弟们啊！哎，拍完之后在他站起身的时候用冰扇搞了那么一手啊。还有就是那个什么三侠五义，后来又有七侠五义什么的，里面的武功排名。现在很多人愿意给什么小说啊、历史里面就是那个，反正就是小说嘛，然后排这个排名。你看现在给人排名的多多啊！你像那个看那个《一拳超人》里面，对吧？《一拳超人》就有排名。好了，可以打倒啊！哎，可以打倒！你看贼鸡巴赖啊！这个我他妈感觉牛魔王说：“我操，我那碧水精灵兽都已经出来了，你给我拍倒了，继续锤我，不要个逼脸啊！”就是纠结排名这个事儿很嘚儿啊。其实我觉得，你像小李飞刀那个，对吧？古龙那个朱青剑客无情剑什么的啊，就是这里面你排名第一的不一定就是无敌的啊，排名第二能杀第一，排名第三能杀第二，这种感觉，对吧？好，狼哥解说几年了？要从解说澄海3C 开始算起，应该是06年的年底开始做的。06年的年底到现在，2021年的年底了，你算算多少年了啊？好。反正牛魔王还是简单一点，一会儿的 BOSS 是火龙、幻魔加大幻魔，其实就是大幻魔吧，你必须要把这个宝留的足够才能打它，要不然不行的啊。那你的《三国战记》里面还没有《西游释厄传》的这个，你还没有西游释不，你还没有《三国战记119》呢，你现在只有《三国战记》的那个完美版，没有119，但是呢我也有，就是它是不让下载，因为有版权嘛，就是下载是隐藏了，你只能是找到这个 room， 然后手动的扔到那个文件夹里才可以，懂什么意思吧？啊，好。这4个蝙蝠死的老惨了，这蝙蝠啊！感觉能卡兵是真的赖，兄弟们，真的卡兵是真的赖啊！等他过来，一个撅。然后开始直接拍了，像这种快速起身的 BOSS 啊，说拍就直接拍。好，而且这个雷电戟应该能打2下。好，左右拍啊，这么拍的话，它的那个挨打之后呢，会左右一顿晃，这样的话你可以多打好几下。第10下，然后雷电戟能打2下，哎，这有2次攻击啊，这点是特别赖的啊。好，一会儿呢，还有哎，我就感觉这里面这个乾坤宝剑贼不受待见，很多人都不愿意用这个乾坤宝剑啊。其实我们认为乾坤宝剑好像就跟张灵剑似的。
2个珠子。小红珠是最实惠的啊。印针玄叶，那都是多老的时期了，很早了啊。好，小猪得吃啊。我感觉这些小兵都会瞬间转移大法，也挺厉害，对不对？这样打时间够吗？那有，对呀，有这个啥呀？有这个叫这个加湿器呀，对吧？你看这个蝎子戴了唐僧的帽子啊。啊，一顿拍，不是到现在啊，我认为石破天都是第1战力，他应该不算武侠了。但是呢，还有人排名呢，把月女剑阿青排到他前面，号称是这个越往这个时代越早，理论上来讲，他的功夫越高。但石破天这个没法说啊，这个啊也没法要比，好多人就认为石破天是排第2，阿青排第1的啊。对，其实就是唐僧的心魔的感觉。《西游赊传》最终的 BOSS 是牛神啊，但是 Super 就不一样了啊。《西游记赊传 S》的话，它的对吧？它的最终这个 BOSS 居然是唐僧自己，说这个作品一下就升华了，是吧？突然就觉得升华了，没想到对吧？没想到这个小丑竟是我自己。但我觉得这个蝎子拿油过一下啊，拿油先过一下，然后呢再辣炒，一定很好吃，真的一定很好吃，对吧？武功按理说是可以按年代算的，比如说啊，你说咱看那个什么《书剑恩仇录》《鹿鼎记》。说白了，这个功夫就有面了啊！再往上什么，对吧？你再往上什么那个这个碧血剑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再看什么那个令狐冲的啊剑法，啊，你再往那边再往上什么，比如说那个对吧？这个元朝时期的，对吧？这个《倚天屠龙记》。倚天屠龙记往上，在神雕侠侣，然后再射雕英雄传，是吧？这种，然后天龙八部，对吧？啊，好，大幻魔，哎，连续的小兵，这小宝其实贼猛啊。包括什么照射镜什么的啊，射会摇，射啊，这些小宝就哎，主要最狠的还是卡住的小蝎子。好了，直接遁入幻境，有灭没有？灭。好，这3个玄冥斧啊。好，再来最后一个是恶剑啊。哇，这靠给了个珠子。好，唐僧出来了，他必须得跪着爬出来啊，劲儿劲儿的啊。好，这猪八戒无伤看起来好像确实比那个什么，比那个猴子龙马要谈不上说难啊，就是他的套路还是要稳一点。那些角色玩的可奔放了啊，那些角色还有乾坤10连斩玩法的啊。好，不多要说了啊，最后也是感谢我们的小文啊，这个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。如果大家喜欢我郎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了。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